接下来关心2026年，有一些先知哦，他们早在很久之前就开始做有关于今年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一个大预言，而且这些预言很多都是跟一个国家是有关系的，不管是灾难，不管是一个国家发生的战争等等。今天我们来看看哪一个有可能真的会发生，来小心布局的。等一下请小孟老师来特别帮我们看几个预言家。的最新预言，赶快来看。好，先是来看到这个是神鬼先知，16世纪的神鬼先知，他已经预言到说今年会有政治人物遭到暗杀，然后7国会爆发致命的海战。这个其实议题跟我们节目的调性非常的像哦。如果在今年真的不幸发生了海战的话，会如何影响到全球局势？我们等一下请小孟老师来带我们看有没有可能真的发生。还有人，这个是秘鲁的人，萨满他预言说，川普可能在今年会生重病吗？好，接下来看到印度神童，他是这样说的：中国大陆、韩国跟北韩、菲律宾会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再来就是说，在今年也有人预言，这个是泰国的预言家，他说今年恐怕会爆发航空业的严重事故。坐飞机的观众朋友或者旅行的观众朋友，我们是不是要得特别注意了？这一集绝对不可以错过。请教小孟老师，这一些预言里面哪一个可能真的有可能成真吗？对，因为像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像政治的垮台比较容易会有发生。为什么？因为今年是2026。然后2+0+2+6就等于10对应到我们的塔罗牌就是命运之轮，就是一个轮替。好，就是做好事的国家，它就会更好啊。但是如果说有背负很多业力的啦，或者是政局不稳定的，在今年特别容易会被摧毁。好，所以要特别的注意。还有就是像航空业，我是觉得还蛮容易就会发生，就是飞航的事故。为什么？因为现在全球各地的那个气候越来越异常。好，所以其实像我常常看一些预言家，有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很像他怎么预言，答案都是对的。对，为什么？因为你看嘛，暴雨一定都会发生嘛。对。还有就是像地震啊，是不是几乎现在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对。还有就是像一般过来讲，预言家有的时候他为了要点击率啊，所以负面的比较容易会让人家点。好，如果说我讲的是说台湾很好，就是整个世界各地会很好，奇怪，那个点击率就没有了。对，反而就是要比较有点恐惧感的，大家比较会想要去点击。但是以这个命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就是气候的异常，好，会带来的就是在2026很多通膨会在世界各地都会发生。还有就是人心的不稳定啊。好，就像是美国，就算它现在看起来整体的经济很好，但是相对的，它的那个就是对立也会很严重。对，好，尤其像台湾也是对立的，就韩国也有。所以在我来看是说，比较共产的国家比较动乱，但是民主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呢。对，就是说这种在野跟就是主事者的角力也会更明显。好，但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说你有在出国的人，就是在2026，我觉得会有那个人畜共通的，这是疫情，好也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今年的夏天，好就是会更热，然后冬天就极端的，就是会更冷，还会更冷，所以那种传染疾病有没有会更多？所以小孟老师帮我们整理出有这个疾病嘛，然后就是气候异常可能造成的问题，还有通膨等等。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 TA 其实也很想知道说，今年有没有可能会有战争发生？是国际上面的战争。好，就是说以2026来看的话，是没有很大的那种战争发生，但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个重点，就是没有什么战争，但是黄金却涨成这样。这个是很奇特的。这是代表是说，我自己觉得是经济战。就是美国会透过像一些经济的方式，像关税啦，或者是他把这个美元，就是把它趋贬，就是让全世界各地有没有，就是把那个通膨都制造出来。所以我是觉得实质上的那种大国，像什么中国啦、美国啦，或者是什么俄罗斯在爆发一个很强的，或者是什么伊拉克，就是在一个很大的，我觉得并不会到那么强烈。经济战争是比较会是经济战。OK。好，那干哥有没有怎么看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个100年来很多预言，但是有一些预言是真的是神准，就讲画面上有的秘鲁的萨满。对。
萨满真的是好准，你知道吗？不是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被抓的前5天，萨满就预言了。就是这张照片上面这些萨满他竟然在12月的那个29号，他们在当场就预言，而且是一位女性的萨满，他说马杜罗会被川普抓起来，但是他当时的预言是会被干掉，但后来不是干掉，只是被抓起来而已。那所以说萨满当时已经被人家说哇好准啊，对不对？可是我可以跟你讲，在这么多年来，其实我最佩服的是什么？你知道最准确的叫做小叮当，小叮当漫画。那为什么？我解释一下，那小叮当漫画，哆啦 A 梦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就知道说那个大雄跟静香他们常常会有一些很有趣的那些就是他们的一些想法嘛。你知道吗？他以前就已经讲过一个，我们小时候看过，可是你绝对不记得，叫指引天使。指引天使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很啰嗦，他一直在讲，然后你就讲不要讲了，你很啰嗦，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现在的 GPS。你会不会觉得跟真的一样？因为 GPS 就是它常常会导引到一个你不对的地方，对不对？你要啰嗦，干脆把你关掉。可是没有它又不行，所以你要知道，哆啦 A 梦那时候很早就已经知道说，可能50年后会发生这样，因为那是1970年代的漫画你会觉得非常有趣。可是现在实现了。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叫做追踪纪念章，它就是什么？他说你只要把那个纪念章贴在人家的身上然后他就可以用雷达地图找得到。当时就已经想到雷达地图了那这是到底雷达地图叫什么？你知道？就是有 GPS 的追踪器。所以你就想说，当年他的预言现在都已经实现了，但是有很多预言他其实也没有办法能够实现。也就是说，美国其实在1990年代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对美国大概有2万人做了一个调查，说你认为我们到了2020年以后就30年之后，会展开星际旅行的人有多少？你知道当时有多少人认为我们到2020年会展开星际旅行？也就是说目标是火星，对不对？我告诉你，当时67%的人相信会开始星际旅行。结果到今天呢？对不起，我们火星的那个火箭还没做好，那个马斯克还是没有做好，还是上不去。所以有很多事情，老实讲一句，是在我们心里会觉得说，应该是会达成目标，但实际上人类的科技还不到那个地步。所以你要晓得说，其实有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认为说它应该会到了那个阶段，人类可能会不怕癌症，可是到现在癌症特效药还是没有出来，所以人类的精神跟科技还是有问题的。不过我对于这个泰国的这个神婆Palau他讲的，我是觉得就像小孟老师刚才讲的，你要注意，特别注意为什么？因为他说今年会有3个地方你要特别注意，叫做 HJT，HJT 3个地方 ，H 代表什么地方？夏威夷 ，J 代表什么地方？日本 ，T 代表哪里？就是台湾。但是他并没有说是战乱还是灾难。通常来讲的话，应该是以意外事件比较为主，也就是说可能发生航空灾难，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说那个你没办法预期的一些事故。我觉得 Palau 的这个预言蛮准确的。为什么？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你会觉得说，不管夏威夷或日本或像台湾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各位观众也可以拿来参考看看。小孟老师，因为台湾跟日本其实大家比较关注，尤其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喜欢去这2个地方。那老师怎么看？有什么要提醒的？好，就是说，像很多观众朋友有没有之前不是2025不是说7月5号嘛会发生？对大地震对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之前我就特别我还是去日本。好，那很多朋友都问我说，那老师你不会怕吗？我说其实都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会讲得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不见得会发生。是。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今天预言家告诉你说日本会怎么样，然后大家都不敢去，是，然后住在里面的人，大家都我看大家都活得很好呢，对他也不会因为说在里面怎么样。但是我是觉得日本不会在今年不会发生那种重大的，然后台湾也不会说发生那种很重大。我是觉得那个小小的那种能量释放地震微微的应该是会有，但是很大。